苏女君，凤羽卫奉命保护你，所以我要住在内院里。不用，你们只需要负责外院和巡查府周围就行，我有人手保护。苏女君，在下接的是旨意，贴身保护内院，我必须要进去。南卫使这是不顾我的意愿了？我说了我不需要。不行。哼，那随便你，内院不会安排你进去。你要是自己能进去呢，那就是你的本事。不巡查，你们让下人带着你们选房间吧，告辞。苏月瑶不管几人的反应，直接抬脚转身上了小桥。这边南风跟着要进去，管家直接出面拦着了。大人还是不要硬闯，女君不愿您过去，要是动手伤着大人，就是奴的过错了。让开！之后南风直接出了手，管家直接接住了他一掌。南风还被震退了几步，他满脸不可思议，这人武功在他之上。苏月瑶背后的势力到底多大？这么高的高手，竟然心甘情愿在这府上为奴。苏月瑶扭头看向他们，南风，你要是敢在我府上伤了我的人，我直接把你们给撵出去。南风听到，咬咬牙没有吭声。他能伤了人？他没有看见他被他的管家震退了。大人们请跟奴来选选合适的院子。南风这人心思深沉，他才不想多和他接触呢。住到后院多不方便。记住，星辰选的管家武功好高啊，他竟然把南卫使打退了。是啊，他们都是杀手，武功能不高吗？别人不高，顶多是挨顿打，他们不高，是要命的。前面领路的杀手直接脚步一顿，他们的主母说的好对呀，他们可是刀尖上舔血过的。但是如今这段时间在府里为奴，照顾保护主母，他们也是很高兴的。毕竟这活比去刺杀容易多了。七主说的太对了，我好想和他们多学两招啊，说不定以后多了2下功夫可以防身。玉琪，你富贵公子的模样挺好的，不一定非要去学武。既然七主喜欢我如今的模样，那我就不去学了。苏月瑶到了内院的主院，发现很大。女君，旁边还有2个院子，郎君们可以住，也可以住在主院的偏房里。房间都打扫出来了，可以直接入住。女君之前的行李下人都规整好了，侍君呢还提前安排了一些衣物。女君要是缺什么，可以随时和奴讲。我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转转，你先退下吧。阿瑶，我们都住在主院，这样安危也方便来保护我们。我也这么打算的，而且这个主院好大，我自己住还会害怕呢。苏月瑶进到房间，直接躺到软榻上，折腾了一天，终于可以休息了。就这样，苏月瑶算是在南林府安定下来。南林府有名的世家也都同一时间得到了苏月瑶今日到达的消息，但是他们并没有行动，因为他们也在等知府大人给他们举办的接风宴会。再说他们是要治理水患的，苏月瑶停留的时间不算短，让他先休息休息，他们再拜见他不迟。苏月瑶在府里休养了2天后，普巡查坐不住了，提出要见他，商量如何治理水患。阿瑶，要不下午再见普巡查也是一样的。这2晚不是星辰缠着他，就是杨千寻缠着他，整天都想和他腻歪在一起，不是搂着他就是亲他，晚上更是热情如火般。这是让他休养吗？这是要了他的腰啊！苏月瑶有些头疼这2人粘人的程度，他都有些吃不消。之前孕吐是见不得自己，如今是不让自己离开他们视线。孕吐还能吃药缓解，但是这粘着他没有可解呀。裴玉琪和环妍希这2人知道后，像是心照不宣的直接出门办事去了。阿瑶，你别看我，要不然我就想亲你了。芊芊，你能不能克制些？阿瑶，我忍不住啊。芊芊，要不你出门转转，不看见我也就好了。星辰不是也能出去一会儿吗？星辰内力比我高，他可以压制一些。阿瑶，能让我们2个黏着你真好。我姐姐说，当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父亲难受的天天在母亲院子里等着想见母亲一面。当时母亲有喜欢的郎君，哪管父亲，听说还是我父亲拿着母亲的衣裳才撑过来的。苏月瑶听到杨千寻的话，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阿瑶，你就让我陪着你好不好？可以是可以，但是在有人的情况下收敛一点。没问题的，阿瑶。 2人到了前院会客厅，苏女君，普巡查规矩的行礼。普巡查不用多礼，请坐。苏女君，知府大人今日午时会宴请我们，整个南陵府的世家都会到。
那我们一会儿要过去。这2日啊，我已经逛完了南陵府各个水流阻塞发生水患的地方，感觉啊都是在不停的渗水，还有下面的县城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了。我准备明日启程去最严重的南水县看看。我明日跟你一起去，还有整个南府城的余图你有吗？苏女君要跟在下一起去？普巡查不相信的又问了一遍。陛下不是下旨让我治理水患的吗？水患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外乎就是疏通淤堵，河流顺势而下，有些地方常年修筑堤坝，常年被摧毁，也许可以试试让河流改道。普巡查听到这里眼前一亮，他们从来想的都是修筑堤坝，但是每年效果堪忧，也许苏月瑶的方法可行。苏女君说的方法我们可以尝试一番啊，南陵府的余图知府大人那里会有，我可以去问问知府大人。那我们现在就出发过去。苏月瑶没有想到普巡查会这么激动。可以。这苏月瑶确实有些能力，刚刚那句话不懂治水的是万分说不出来的，怪不得陛下会如此看重他，让他有着身孕还如此的奔波过来。普安此时心里还没有发现，他已经慢慢的在接受苏月瑶，不再因为她是女子而看轻她。苏月瑶到了府外，事务和时期已经准备好了马车，两旁站着的南风和严副官。苏女君。南风和严副官两人行了礼，苏月瑶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直接上了马车。到了府衙，发现已经有零零散散的来府里的人，男子们都眼睛不眨地看着苏月瑶，这就是凤都陛下派过来治理水患的女子，过了文人馆5个上等评比的奇女子，没想到这么年轻啊，还长得如此好看。关键凤都传来消息说苏月瑶肚子里可是怀了双生胎，难道是真的？她身后跟的是凤羽卫卫士和禁军的副官呀。想明白的众人看苏月瑶的眼神更加的热烈了，还没有到书房，就看到公羊若愚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知府大人，我想看看整个南陵府的余图，可以吗？当然可以。苏女君打算看看如何治理水患吗？我想试试能不能改善南陵府常年水患的问题。几人进了书房，公羊若愚直接从柜子里拿出一张余图铺到桌子上。苏月瑶走了过去，仔细的看了看，其他人也都围了过来。苏女君，南水县每年都是水患最严重的地区，还有南禹县每年6、7月份都是雨水很大，堤坝也会不停的涨水，前年还决堤了一次，直接导致其他县城全部遭殃，损失惨重。南水县和南禹县一直决堤的原因是因为这条分支河流每年雨量大的时候都会流下来，我们可以改河道，从这里挖出一条河道，这样河流一大部分会从这里绕过山峰回归到下流河水。苏女君，这里是一个村庄，而这个庄子是南陵府世家之首韦家的，他们都是凤都韦氏一族的分支，如果这个方法可行，韦家也不一定会同意。朝廷征收也不行吗？可以在这一片山林里修建一片等同的庄子给韦家。那里也是韦氏的。朝廷不是不让买卖山峰吗？这片地方是上任女皇陛下赐给韦家的。按照余图来看，如果在这里改道，就能彻底救了南水和南禹2县，而且他们下游的县城都会保全，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事，甚至整个南陵府都能受益。你们可以看看，但是余图并不准确，我们还是要实地去看一看。没想到苏女君对治水如此在行，朝廷上下来了那么多官员，从未有人发现改变的办法，都是想要努力的修缮堤坝。知府大人之前你们没有想到，是从未想要从根源上改变，水患就是疏通治理，而且这里还有这里都是一些低洼的地方，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舍弃。苏女君，明日我们一起去实地看看。我们不是说好明日去的吗？苏月瑶不明白普巡查会再次问道。在下是怕您觉得那边泥泞不好走，就不去了。不会，早日把水患治理好了，南方经济发展会更好，凤鸾国百姓也能过得好一些。毕竟南陵府可是富庶之地，凤都有很多的粮食、瓜果、蔬菜、布匹都是这边运过去的。几人都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一个女子能说出来的话吗？女皇能如此重用她，不是没有原因的。苏女君大意，
是我们南陵府百姓之福。公羊若愚对着苏月瑶鞠了一躬，大人折煞我了，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其中也比较艰辛，大人才是最好执行监督治理的。有了苏女君的筹划，我有信心这南陵府几百年间的水患都能彻底解决。但愿如此吧。之后几人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一直到管事的前来通知宴会到了时间要开席了。苏女君，我们前去宴席吧。南陵府最有名的就是流水席，苏女君可要去好好尝尝。那我可要好好尝尝了。明日我会跟您和普巡查一起去南水县看看。大人去趟也好，后期修水渠大概是要人力物力，这人真是个社交达人呢。杨千寻皱眉听着两人说话，阿瑶最后不会要把人娶回去吧？身后的南风看着苏月瑶和公羊若愚聊得如此好，眼底带着一丝隐晦。其他人都可以，为什么他不行？连普巡查的眉毛都轻皱，不知道在想什么。苏月瑶发现整个院子里只有她一个女子，这种成为全场唯一的焦点，她怎么有点慌呢？今日是本官给凤都来的贵客，苏女君和普巡查社的接风宴。我要做那个？女子在场，即使官职低，也是要主位上的。整个宴会的所有人都看着她，苏月瑶感觉自己身上都能被钉出一个洞了。杨千寻跪坐在苏月瑶的旁边。阿瑶，没事，他们只看看，当做不存在就好。还有表演，而且上面的男子舞姿轻盈，身段呢，简直一绝呀！苏女君，南陵府副说，这里的楚管也是一绝，越往后的演出才是最出彩的。啊，这些是楚管的人？是的，南陵府有几大楚管，里面的表演个个都很出彩。凤都也有很多不错适合女子去的楚馆，苏女君没有去过？我平常不喜欢出门，所以并没有去过知府大人说的楚馆的地方。他还是只在义县陪着陆家女君去了颐堂阁，见到了星辰，惹上大佬的第一步啊！这种地方不是他能消受得了的。阿瑶先吃虾。谢谢芊芊。快点，没有人看见。杨千寻直接咬住吃了进去。他想到当初他和阿瑶在义县参加宴会时，阿瑶也是这么偷偷摸摸喂他吃虾。阿瑶真的是天下最好的妻主。苏女君如此疼爱楚君，真是不常见呢。大人小声点，我是看没有人关注我才干的，被他人发现要说我的主君不懂规矩了。公羊若愚完全没有预料到苏月瑶会突然向自己靠近，更没有想到她身上那股淡雅清新的香味如同春日里盛开的花朵一般淡淡的飘散开来。他的脸瞬间泛起了一抹微红，心跳也开始加速，因为他从未经历过这样近距离接触女子的时刻，这种感觉既陌生又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杨千寻看到公羊若愚如此，立马反应过来，阿瑶这是成功又钓上一人呢。星辰说得对，他们以后是要在阿瑶面前多说说，不然招桃花的速度他们说不定都追不上。等众人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有各个世家的人员来给苏月瑶和公羊若愚寒暄。苏女君，这是韦家的家主，韦家可是南陵府第一世家呢。苏女君，在下韦家主，这位是凤都韦家的公子，今年也是过了文人馆评比的，这是在下的小儿。没想到在这里遇到苏女君。是啊，原来是韦公子，有礼了。苏女君认识韦公子吗？在文人馆我们也算是同窗，而且都是今年考入的，见过几面呢。苏女君有空可以来韦家做客。韦家主客气了，我有空会去拜访的。接下来就是其他家族的人了。大人，我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了。啊，我送您。不用，我的人在府衙外等着我。各位，我身体不适，就先回去了。等到苏月瑶上了马车，发现星辰再次在车里。妻主，我好想你。苏月瑶已经习惯这2天这2人动不动都报他的行为，笑着问道：你出去忙什么了？去查南陵府的世家对妻主的到来，他们都有什么动向？有些不怀好意的，我已经派人制造麻烦了。想来短时间他们没有精力来给妻主添堵呢。你怎么查出来的？成阁经营了大大小小的楚馆、茶馆、戏馆，还有一些隐藏在世家里面的下人。楚馆就是今日宴会上表演的男子待的地方吗？那里和我之前去的颐堂阁有什么区别？
饴堂阁算是朝廷管辖，里面都是技艺高超不卖身的男子。楚馆里面的男子是可以卖身的，技艺相对来说差一点。七主很想去看看。不想去。七主想去也可以。南陵府排名第1、第4的楚馆是裴策军名下的，第2的是大皇子名下的，第3和第6是陈格名下的，第5的是桓策军名下的。七主去这6家，保证不会出问题。他要是可以去见识见识，今日看到跳舞的男子都吃惊极了。要是主君如此说，是应该去见识见识。这2日裴策军和桓策军都在处理他们生意铺子，等他们2人回来，我们一起陪着七主看看去。你们还真想让我去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听说里面的男子一个个长得可美了，而且南方男子是不是娇俏可爱的？想来呢，他们不只是跳舞绝美，别的表演也很出彩吧？这么说，我还是挺想去看看的呢。苏月瑶每说一句，2人的脸色就深沉一分。原来七主这么想去呢，看来这2日我和主君没有满足七主，让七主怀着我们的孩子还想去楚馆，是我们的错。我刚刚就是气你们的。七主说的真的？真的不去。七主到后院了，没有旁人了，别闷着了啊。倩倩，你刚刚都不救我，你也变坏了。星辰今日一天没有见到阿瑶，心里想念早已经到巅峰了。阿瑶还说要去楚馆的话，他不亲阿瑶才怪呢。我本身也不想去，还不是你们2个打趣我。阿瑶别生气，我们其实就是占有欲多了一些，不想你看其他男子想霸占你多一点。他们只有自己，而他有其他几人。还要等过些时日，我们2个不这么依赖你，我们会陪着你去看看，我们不会反对你娶或者纳其他人的。芊芊，你们这种状态要多久正常啊？大概半个月就好。啊？还要有半个月呀？苏月瑶有种要崩溃的感觉了。阿瑶已经很快了，有些人会持续到女子生产后。明日我要去南水县，怎么通知玉琪和妍希？他们今晚就会回来，明日会和我一起去。2人到了主院时，星辰已经坐在椅子上了。星辰，我问个事情啊，这里的韦氏一族和凤多韦氏家族，他们有往来吗？有的，南陵府一半的田地庄子都是他们的，特别是船运这块，韦氏船行很大，确实是南陵第1世家。今日我见到凤多韦家的公子韦其华，他为何在此？他和我一起考入了文人馆，不应该请假过来的吧？浩轩都没能请长假呢。此人昨日才到，我还在查。好吧，今日我看了治理水患的问题，如果我的想法可行的话，要借到一个村庄，那里是韦氏的地盘，而且那块是上任女皇赐给他们的。这韦氏一族想来，我还是要去拜访一下。韦氏如今的当家主为人还算乐善好施，也没有欺压佃农的情况。如果真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但是七主要给他们些报酬，商人重利。这些事情到时候再说吧，我只出方案，剩下的问题让知府大人操心去吧。确实是，公羊若雨有能力可以搞定的。星辰，你对公羊若愚评价挺高的呀。阿瑶，不是和他相谈甚欢吗？看来七主和我的眼光相同呢。我可没有，我只是觉得此人光明磊落的，说话做事很有章程，关键是和他相处一点压力都没有，就像是朋友一般。看来阿瑶对这位公羊公子确实满意呢。你们2个别想太多啊。我们没有想太多呢。七主想和公羊公子成为朋友的吗？要不是这阴阳怪气的语气，他都信他们说的是真心的。如今家有簇夫，日子是不好过呀。等到晚上，裴玉琪和桓妍希回来的时候，苏月瑶见到2人开心极了。七主怎么了？没事，就是2天不见你们，挺想你们的。七主，我也想你呢。他刚刚还以为七主埋怨他来到南陵府就去忙事情了，不陪他呢。但是不应该呀，千寻和星辰这2日应该全天都想要七主陪着的吧？他在这里也轮不上他呀，他才着急去处理的。桓妍希听到苏月瑶的话，也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他刚刚也觉得是七主不满意他了。你们2个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七主，都处理好了，明日我们可以一起去南水县了。南水县那里我有铺子宅子，七主去了也有地方住。玉琪，你的生意做得真大，哪里都有你的铺子呀。七主不嫌弃我一个商户就好，七主想要什么都可以，我就是银子多。
不嫌弃，有了玉琪以后就可以躺平不用挣钱了。记住，成格的财产比裴策军还要多，记住不考虑接管。不接，我就享受你们给我银子花就好，才不要费那个劲呢。反正你的东西以后也是我肚里孩子的。记主说的对，咱们的孩子将来要继承赤沙阁和陈阁，确实有用不完的势力和银钱。记住，南水县那边天气不定，昨日还在下雨，我准备了一些防雨的东西，已经放到马车上了。南水县下了几天雨了？前几日一直断断续续的在下，今日也不知道晴了没有，我的人没有传过信来。星辰，你有消息吗？没有，下面并没有传任何消息过来。明日我们就能去看看了。苏月瑶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不知是自己这2日没有休息好导致的，还是什么。翌日，等到苏月瑶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马车停了下来。我们是到南水县了吗？还是停下来休息了？阿瑶，前面有块大石头把路给堵死了，凤羽卫和禁军都去清理道路了。我要下去。好。当苏月瑶下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一处2座山坡中间的凹洼处，前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山路的中间。苏月瑶又看了看两旁的山峰，绑在树上一旁的马匹都在来回乱走，明显是焦躁不安，顿时觉得不妙。苏女君怎么下马车了？这些我们能处理好。让前面的禁军和凤羽卫都别挖了，全部人员撤出这里，快！苏女君，这里是唯一通往南水县的路啊！各位，你们看此处我们的位置，这个山坡一旦塌了，我们就要被活埋了。所有人撤出去。他大意了，他刚刚就是觉得有巨石挡路，他们挖开就行了。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才第一反应没有注意此地的地势。当所有人刚到入口处时，一阵巨响，地突然晃了起来，马匹更是乱作一团乱跑。苏月瑶有杨千寻他们3人紧紧包围着，还算能站得住。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前面的2旁山坡直接塌了下来。要不是苏月瑶提醒，他们刚刚就差点要被活埋了。即使他们武功很高，在一瞬间的情况下也很难保全。苏女君怎么知道山坡会塌？常识，此处山坡并不算太高，但是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石头，还带着泥土，几乎把路给堵死了？还有马匹的焦躁不安，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危险了。我并不能确定这山坡会不会塌。咱们的人有没有受伤的？没有，苏女君提醒及时，所有人都跑了出来。那就行，看来我们要走其他的路往南水县去了。但是苏女君，通往南水县的大路只有这一条，其他都是小路，马车过不去啊。这2日没有收到南水县的消息，想来就是因为此条路堵了。我这就派人把府衙的人全部都派过来，把路挖通。苏女君，我们要不先回南陵府吧？苏月瑶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天空一声闷雷声传了过来。阿瑶，快上马车。玉琪，你不是提前准备了蓑衣吗？给15说下放哪儿，给咱们暗处的人。好，我这就去安排。这边衣服还没有穿好，大大的雨滴就已经开始下了起来。裴玉琪安排好进车厢的时候，衣服已经有点淋湿了，赶紧擦擦，把外衫脱掉。哎，其实我没事，就外衫上淋着一点，我打着油纸伞呢。那就行，看来我们如今想回去也不可能了。看着外面大雨倾盆的模样，有些担忧地说：其他人都安排好了没有？穿好蓑衣没？我上马车前看到他们都在安排。这时外面传来声音：苏女君，我和普巡查有事情要和你商议，可以进车厢里说吗？你们上来吧。公羊若愚和普巡查进来坐了下来，本来还算宽松的车厢顿时显得拥挤了。苏女君，刚刚话没有说完，如今天气如此恶劣，走小路去南水县更不安全了。我们是启程回南陵府吗？普巡查打算回去吗？苏女君，在下不打算回去，准备等雨停了就出发去南水县。知府大人，普巡查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如果这场雨没有下，我们还有时间回去。如今路再难走也要去了。南水县有绝地的风险，这时候朝廷的人到了，南水县的人有了希望，才会死守堤坝，不然南水县下游县城都要遭殃了。苏女君如何能确定南水县有决堤的风险？因为我来南陵府的时候，我的人留意着各个县城的情况，唯独南水县这2日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这位是我的裴策军，他在南水县也有生意，也没有接收到任何消息。如果说此路堵了，会影响一些报信的人，但是我的人会从小路过来，把消息递给我，但他们没有，只能说明他们遇到了麻烦，没有办法传递消息。所以知府大人，我会和普巡查找寻合适的小路去往南水县，你需要回南林府带人过来。第一步，先把道路挖开，不管南水县堤坝有没有事，道路通信必须要恢复。第二，准备相应的物资，还要安排好人手，随时进入南水县。我明白了，我安排人走山林去探查南水县情况。我身后的暗卫已经去排查了，想来会得到消息的。公羊若愚和普安两人看苏月瑶的眼神都带着钦佩，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女子遇事如此冷静，能迅速想到对策。女君，咱们的人得到消息，南水县如今水位一直在涨，县令和百姓都在堵堤口，不知道能撑多久。这时门外传来了食物的声音。路上有往这边来的百姓没有？有一部分都堵在前面的大石那里了。使我去请南卫使和严副官过来。属下这就去。苏女君，我这就派人去通知府衙派人过来。来不及了，但是还要回去安排人过来。如果一旦决堤，帮助百姓也需要人手。公羊若愚直接下了马车，安排人去调人过来。苏女君。南风和严副官穿着蓑衣站在车窗边。两位，南水县有决堤风险，你们带着普巡查直接骑马走，先去南水县帮忙，我随后就到。苏女君，我等是奉命保护你的。我身边有人，如果南水县的堤口堵不住，我如今到哪儿都危险，要么服从命令，要么就离开。普巡查是陛下钦点治理水患的，这个时候到，百姓的心就稳了，堤坝就有可能守住。严某领命，保证把普巡查安全送到南水县。南风也知道治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苏月瑶不能出事。我可以去，但是苏女君必须回南陵府去。我知道了。普巡查，本来我想和你一起从山林里穿过去的，但是南水县等不及了，你先和禁军他们走，我随后就到。南水县的民心就靠你了。这是在下的职责，在下定能守住堤坝。之后，禁军、凤羽卫和普巡查直接穿着蓑衣，骑着马消失到雨幕里。15，咱们的人有知道步行能快速到南水县的路吗？有，这前面的那片山林过去只会比骑马慢半个时辰，但是山里路不好走，又太密，轻功只能辅助，而且现在下雨，山路泥泞，怕是更难走。阿瑶，不是刚刚答应南风回南陵府的吗？我哪里答应他了？我只是说我知道了，南水县我必须要去。但是你受不了颠簸，山路确实不好走。七主啊，你怕蛇吗？苏月瑶被环颜熙这话问的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前面那处山我有条蟒蛇，我可以把它招来，它驮着七主走。我是不想坐到蛇身上去的。苏月瑶想到那个场景，心里一颤。蟒蛇不是他想的那样的，能驮着他走，那又有多粗啊？七主啊，虽说它长得不好看，有点吓人，但是驯服过，很通人性，很乖巧。那条蟒蛇你驯服过了？前几年我路过此处，它正在蜕皮，又遇到了危险了，我顺手救了它，之后驯服了它，每年我都会来看它。七主可以试试，被大蛇驮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机会。不必试了，我不想。阿瑶，实在不行，我们轮流轻功带着你吧。就这个办法。苏月瑶没有任何犹豫。芊芊，星辰在暗处吗？我不清楚，他一早先我们出发的。15，你主子在暗处吗？回女君，主子不在，主子提前去了南水县，那里有风阁，属下刚刚已经传了消息，但是主子没有去过，那就说明此时南水县情况不好。苏月瑶听到心里一紧，星辰可别出什么事情啊！如果轻功上阵，你们轮流带着我，最快多久能到南水县？女君，您是主子的妻主，属下不能碰您的。现在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些礼节？我要尽快去到南水县，听从命令，最快多久能到？快的话不到2个时辰。行，让暗处的人都出来。属下这就去。妻主确定要去吗？会有危险的。我是奉陛下命令来治理水患的，当然要去了。而且我觉得去了看好地势，以后水患能解决好的话，我就能安心在南林府安胎了。妻主要去，我们陪着你，不会让你有危险。我相信你们。众人又等了一会儿，发现雨小了很多，他们准备启程的时候，苏女君，在下能和你们一起去吗？知府大人，你应该回南林府安排人手过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我到南水县，
想来是最好的。这些是我背后的暗卫，我准备让他们用轻功带我过去。知府大人有轻功吗？我可以。那大人就跟着一起去吧。就这样，众人2个时辰左右到了南水县的时候，发现城门口已经堆积了很多百姓，而城墙上也站满了人。又来人，刚刚朝廷的人到了一批，这又到了人。堤坝肯定没有问题，不然为何朝廷一直派人来呀？是啊。本官是南陵府知府公羊若愚，守门的守正何在？大人，下官在。带本官去见县令。大人，县令大人在堤坝处指挥，1个时辰前普巡查刚刚过去。带本官去。好的，大人。等苏月瑶到了堤坝前，看着不停涌出的河水，下面的人不停地在倒泥沙，但是效果不大。禁军和风雨卫的人也都在不停地堵缺口。县令大人知道知府大人，立马上前拜见。一直指挥的南风也看了过来，当看见苏月瑶，直接脸黑了，快步走了过来。你不是答应我不来的吗？你要是出了事，我们在场的人都要遭殃。南卫士，我刚刚回你的事我知道了，我并没有答应你不来呀。苏月瑶继续观察地势，没有再和南风解释。你赶紧回去，堤坝随时都有可能决堤。我一会儿走，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知府大人，我来说一些方法，你们看可行不可行？南水县令这才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顿时眼睛都睁大了，都带着不可思议。这是苏女君，是陛下专门派过来治理水患的。苏女君，您有什么好办法？之后苏月瑶说了几种方法，其他人都去安排了。苏月瑶让环颜熙带着他往堤坝上面去。西主，会有危险，真的要去吗？要去。芊芊，颜熙的轻功要好一些，我们去就来。你和玉琪先帮众人运泥土。阿瑶，你小心一些。放心，我不会胡来的。环颜熙带着苏月瑶往高处飞去。公羊若愚看到苏月瑶身影，没有多想，立马跟了上去。等2人到了堤坝的最高处，环颜熙紧紧地搂着苏月瑶。苏月瑶看见堤坝外面波涛汹涌的河水，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动静。苏女君是想如何把水引走？我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但是看来只能死守了。大人，那边是什么地方？那里之前是韦氏修建庄子的地方，最后不知道发生什么，庄子没有盖成，但是那里地是底。鱼图你带了吗？哦，带着呢，我们下去看。好。这里水流过去，往前就是一个低谷，没有人家是不是？苏女君，这处当初因为韦氏要建庄子，把周围的散户给清走了，那处没人。没人好啊，我需要找几个武功高超的，特别是轻功好的，把那边的路挖出来，直接把河水引过去。这处山谷想来不小，如此一来，南水县的水位就会下降了。苏女君此法可行，我这就找人。确定好人的时候，南风和公羊若愚亲自带人去了。他们2人是这里武功最好的，苏月瑶并没有让15他们去，保护自己的人手，还是不参与这些朝廷的事情。记住，我这里有宅子，我们回去吧。好。苏月瑶直接和县令交代了一些事情，又让裴玉琪把位置告诉他，有事随时过来找他，就离开了。到了宅子，杨千寻抱起苏月瑶，轻轻地跟着裴玉琪去到主院。我要想来还是要再睡一会儿。玉琪、妍希，你们先去用膳，我在这里守着七主。一会儿你们换我，我们要随时做好撤出的准备。如果堤坝保不住，必须尽快出城。我们知道，我之前已经安排了下人准备好了膳食，一会儿七主醒来，直接让门口的下人送过来。好，辛苦玉琪了。应该的。裴玉琪和环妍希2人离开后，杨千寻轻声呢喃着苏月瑶的名字。等苏月瑶半夜醒来，直接坐了起来。知府大人，他们成功了吗？苏月瑶下意识地问道。记住，成功了，已经挖好了，堤坝的水落了，水成功地引到那处山谷。太好了，南水先守住了。星辰，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没有哪里受伤？我到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堤坝岌岌可危，看着县令领着众人都堵缺口，我让嗜杀阁的人混进去帮助堵堤坝。之后我紧急的去调一批人过来，所以没有及时给七主回信，七主别生气。星辰，我怎么会生气？你真的是太棒了，要不是前期你和县令堵着堤口，南水县就等不到我们来了。那么南水县一旦决堤，会有多少百姓受灾？我不为了堤坝，不为了那些百姓，我是为了你，七主，我想要七主安全。
苏瑶这次从星辰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爱意。还要醒了吗？膳食已经准备好了。两人一起去到外间，发现裴玉琪和环妍希都在。你们怎么都不去休息啊？今日一定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们也是刚得到消息，在堤坝没有具体的消息传来，我们要守着记住。你们有心了，我们快用膳吧。等用过膳时，苏月瑶打着哈欠，想要回去继续睡。星辰，那个我太困了，所以……西主困了，还不赶紧上床来？苏月瑶感觉星辰不会对她做什么了，慢慢放松，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苏月瑶比公羊若愚晚了一天回去，南水县因为前些天一直下雨，所以格外的潮湿。苏月瑶实在受不了，就回南陵府。普巡查还留在南水县，下面如果开挖，他要随时看着。大人是哪处堤坝出问题了吗？苏女君，没有的，只是韦家一直没有把地方让出来，所以南水县那边没有动手开挖。我和普巡查已经去过2次了，韦家主就是没有松口。那知府大人的意思是？苏女君，我觉得他是在等你上门。我手里有韦家想要的，还是看上我什么了？知府大人，你等我一下，我回屋换身衣服再去。多谢苏女君。不客气，但是我也没有把握能彻底让韦家家主松口。要是不成功，我再想其他办法。苏月瑶带着杨千寻坐上马车，一起去了韦府。两人被下人迎着进到会客厅的时候，发现韦继华和韦家公子坐到一边，看到他时立马起身行礼。两位公子不必多礼。韦家主。苏月瑶直接对着上座人行了一个晚辈礼。苏女君请坐，不必多礼。多谢韦家主。韦家主，河流一旦从那里改道成功，可是一件名垂千古的事情。我知道，但是苏女君可知那处山庄还配了田户佃农，我的损失不止银钱呢。韦家主，朝廷可以再出一成补偿如何？苏女君，我可以不要补偿，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如何？韦家主，如果我不答应你的条件，你就不打算让那块地方吗？苏女君，此地是上任陛下念在韦氏有功，赐给韦氏一族的，即使当今女皇陛下也不能强制收回。我们和凤都韦氏一族是同族，苏女君在凤都的情况，我大致也是了解的。所以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呢。韦家主，可以说说你的条件是什么？苏女君，我今年新得一嫡孙，和您肚下的孩子定下一亲，你觉得如何？连苏月瑶都麻了，我操！他以为他们是给自己送郎君来的，没想到是惦记他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女儿还没有出生呢，就把小老公给定下了。这韦氏真的简直是不走寻常路啊！另辟赛道，想不到啊！关键他们就不怕肚子里没有女孩吗？韦家主，你不怕我肚子里没有女娃吗？凤都已经在说了，您肚子的孩子肯定有一个是女娃。韦家想赌一把，如果苏女君到时候生下的都是男娃，我们两家锁定之事作罢。我要是不同意呢？我们不是让小女君嫁到韦家，而是要我的嫡孙嫁给小女君。位分我们只要侧君，如何？万一我女儿不喜欢你家孙子，不是害了他们吗？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女娃是芊芊的，娶一个世家公子问题不大，但万一是星辰的，将来当个女杀手头子，娶韦家的公子，这会不会将来就和韦家成仇了？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考虑这些。自古婚姻媒妁之言，很多世家孩子从出生都订婚约的，还是第一次听到怕孩子不喜欢的。再说了，以后女子的地位只会比现在高，要是真不喜欢，放后院不就行了吗？韦家也只是想以此和苏月瑶有些牵扯。苏女君如此心疼孩子，那不如你娶了我们韦氏的两位公子如何？苏女君不是生产完就打算在凤都选世君了吗？韦氏的公子完全拿得出手，而且季华你也认识，我这小儿子别看他年纪小，才学还是不错的。韦家主，我给你交个底，我不打算再娶，我的府院专门在后院修缮了一个大院落，将来这些非要进门的世君一进门了，门直接一关，您明白吗？这样您的儿子
可是一个院子关到老了。那也没有关系，毕竟人是入了你的府当了弑君，就算是你和韦家是半条绳子上的，你即使不宠幸他，韦家遇到问题怕也是牵连您呢。真是一个老狐狸啊！苏月瑶彻底无语了。韦家出事想来是牵连不了我的，我一个女子，他们嫁给我当弑君，命都在我的手里。再说哪个世家内院是干净的？苏女君如此说，是2个条件都不选了，那便请回吧。那处庄子韦家不会让，即使找陛下也是如此。韦家主，那处庄子可是能解决南陵府水患的关键，关乎着整个府衙上万百姓的性命，就不能通融下？威胁我这个小女子，是不是不太厚道呀？再说了，这南陵府和我也没有关系，陛下只让我来治理水患，又没有说一定要治理好。办法我已经出了，能不能做好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既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苏女君不必生气，我伯父没有其他意思。即使苏女君不同意，那处地方最后也会腾出来。这2日已经在搬迁了，只是有不少农户还有些庄稼在收拾，所以要晚一些。伯父，我和苏女君谈谈。韦家主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苏女君可否与在下去内堂谈谈？好啊，但是我主君要跟着我。当然可以，苏女君如今不便，确实身边不能离人。苏月瑶和杨千寻跟着韦继华去到了内堂。苏女君，我伯父为人乐善好施，他并没有想以此威胁您，只是您这么好的条件，在任何人眼前说不心动那是不可能的。我提前看过南陵府舆图，早2年前我也到了这里，我看过很多治水的案例，我当时想过把水分支开，但是想要实施，确实唯有韦氏那片庄子。所以你猜到我会要韦氏那处地方，就从凤都赶了过来？没错，我不确定苏女君会不会要那处，如果苏女君要用那处，我就让伯父收敛一些，别要求您太多。如果苏女君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我就把想法告知您。没想到韦公子这么为我考虑，韦家主想和我肚子里的孩子定下姻亲，是你出的主意？苏女君，我要说不是，你信吗？那他原本的要求是什么？伯父原本要求你娶了他儿子策军之位，但是我觉得你不会同意。你要是想多娶夫，就不会多次拒绝陛下赐婚，拒绝凤都那些世家了，所以这样会适得其反。之后我伯父说他好好想想，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盯着你肚子里孩子的亲事。他本来是有意让他的嫡孙定成主君，我说可能性不大，伯父就改成侧君了。我们都以为这样是对你威胁最小，你会答应的。韦公子，你还是第一个明确说出来我不再娶夫的人呢。毕竟在凤都，我选弑君的消息已经说了出去。苏女君想来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吧，所以才放出消息。你回头那么那人都两说，陛下为了护着你，不让那些世家对你使手段，提前把你安排到南陵府，表面上下旨让你治理水患，实际上让你在南陵府把孩子生下来。苏月瑶听到这话，这人好通透啊，说的话也深奥。能考上文人馆的人，脑子没有一个简单的。你是陛下的人，我和陛下如今可是闹着矛盾呢，他怎么可能护着我？我有身孕，他还派我出门，大皇子还在凤都被他扣着呢。你和陛下之间不外乎是陛下对你有些卸磨杀驴的情况，想要你来笼络那些世家，逼你娶夫，又怕你有多余的背后势力。但是众人都忘记一点，陛下从头到尾就是想要削弱世家的力量，打击世家。如今苏女君既年轻又貌美，还如此能怀，将来说不定还能生，那些没有子嗣的世家能坐得住吗？陛下这个时候各种矛盾把你折腾出去，那些世家就越敢把人送进你的后院。韦公子如此能夸人，以后就别夸我了。苏女君，在下没有其他意思，就是我伯父本身就是商人，那处庄子当年盖起来的时候，可是我伯父亲自画图监工盖起来的，附近土地肥沃，这一挪地方几十万两银子就没了。南水县的堤坝最后能保住，你们选择临时淹的地方也是我伯父的地方，所以苏女君真的就不能考虑给我伯父点好处吗？韦公子，你是我见过唯一一个把事情分析得如此透彻的，你就不怕我娶了你，堵住你伯父的嘴？韦继华有一刻的呆愣，但是立马反应过来说道：苏女君要是娶我，我当然会嫁，毕竟苏女君年轻又貌美，还如此能怀。
将来说不定还能给我生个孩子，我嫁给你不亏。苏月瑶脸色直接断裂了，这人不按常理出牌呀。苏女君要娶我吗？要是想娶我，我们直接去和我伯父说吧。等等，我没有打算要娶你。韦公子可以说说，帮我你想要什么？韦继华听到苏月瑶如此说，直接笑了出来。看来苏女君真的没有想过娶我，但是如今我的困局只有苏女君能破。实话是，凤都韦家让我参加选秀进宫，但是我并不想进宫，我的目标是入朝为官，不然我不会努力的考入文人馆。我可能破不了这困局，你不想进宫，唯一的办法就是嫁人。一旦你要参加选秀，凤都的世家就不会娶你，所以你才来的南陵府，我是你唯一的机会。是也不是，陛下如今如此对你，等世家把公子送到你后院后，他会让你成为太女太傅，为太女殿下铺路，让你彻底站对陛下一派。韦公子，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所以你的算盘要落空了呢。那就赌在下，等苏女君生下孩子后，我能不能进你后院成为你的侍君了？你不怕被关在了那个院子吗？苏女君不是留了一个后门，让我们自由出入吗？这人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了吧？他是一个简单的世家公子吗？搞不懂啊。如果苏女君想要生下孩子彻底留在南陵府，或者离开南陵府，那想法可以取消了，因为陛下已经暗中派了很多人把南陵府围了起来，就等苏女君出去呢。苏女君个个郎君不凡，还是小心一点，不要暴露了。韦公子，看来你把我查得很清楚嘛。你觉得我会娶一个如此深沉的人在身边？我没有让你娶我，我只要一个侍君的身份，我的目标是入朝为官，所以苏女君可以放心，我可以成为你的助理，绝不会勉强你任何事情。苏元瑶没有想到韦继华如此说，心里沉思要如何做。我的事情先不说，苏女君既然生下孩子会回凤都，到时候选侍君的时候，就看我有没有本事进去了。南陵府是我伯父的地盘，南岭第一世家是背后所有世家所倚仗的，你们占了他们的地方，不给点好处，我伯父想来不好放弃的。我可以同意定下你伯父之孙和我肚子里孩子的婚约，但是如果将来两个孩子见面了，彼此不喜欢，婚约就要作废。行，没问题，那我们出去吧。苏女君，今日我话放到这里，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条件，这地方我就是不让了。伯父，苏女君同意定下来，您的嫡孙的妻主已经找到了。苏女君，真的？但是如果将来这两个孩子互相不喜欢对方，婚约就不作数。没问题，我韦家的儿郎哪有人会不喜欢的？那处地方2日后会腾出来。苏女君，我相信您的人品，就不写凭证了。等生下孩子后，我们定下婚约。好，大人，我离开那段时间你说什么了？把韦家主气成那个样子。刚开始想用银钱引诱的，没想到韦家主说我公然贿赂他，而且用钱来侮辱他。我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此处的重要性。他听到又说我看不起他一个商户，用国家大义来诓骗他。我又说如果他让出地方，会上折子夸奖他的慷慨之意。他听到后说我用当今陛下威胁他。苏月瑶听到后直接笑了，这韦家主真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人物，和韦继华一个样子，深沉有心机，明明什么都想好了，等着你上门拿捏主动权。韦家主能做到南陵府第一世家，不是没有原因的。水患的事情搞定了，接下来他就可以在府里养胎了。再过2个多月，孩子就要出来，不知道双胎会不会早产呢？芊芊，我和韦家定下孩子的婚约，你和星辰会不会有意见？阿瑶想什么呢？你是孩子的母亲，他的婚事本身也是你能决定的。再说一个策军而已，阿瑶不是说了吗？女儿长大不喜欢，随时可以退婚嘛。阿瑶是为母亲为孩子考虑已经很多了。回头我问问星辰，如果我肚子里保证有一个女娃，也不知道是你们2个谁的。谁的都好，我们的孩子。阿瑶有了女儿就后继有人了。今日韦继华说的是真的吗？陛下让我来南陵府是保护我，他暗处还派了人在南陵府周围。阿瑶，这些都是要去核实的。如今我们已经来南陵府快1个月了，殿下和易阳他们并没有送信过来，倒是浩轩和允义他们传了信。
他们都说了什么？浩轩的文人馆的休学时间这几日就确定了，会晚几天收发来南陵府。元一和元景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元一和元景要来了，真好啊，我都想他们了呢。就是不知道殿下和一阳怎么样了。晚些时候星辰应该能查出来，消息上星辰比我们任何人都快。等着吧，如果陛下从头都没有要和我闹掰的意思，他们两个应该没有危险。大人还有事情吗？苏女君，我有事情想请教您，可以吗？当然可以。苏女君，过2日开挖河道，但是朝廷一直没有拨款下来，苏女君有好的提议吗？南水县附近今年有受灾的百姓吗？有的，今年整个南方地区或多或少都有受灾的。那就把这些受灾的百姓安排好，挖河道不是一夕之间就能挖好的，可以让这些百姓去，朝廷再安置他们的住处和吃食。还有就是府衙想来有很多犯事的犯人，也可以派过去，对他们说只要表现好就可以减刑。还有缺银钱，让那些富足的商户捐款，府衙可以对外说捐款多的你会上达女皇陛下，他们的功绩朝廷也可以给他们匾额之类的。他真的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说出这么好的办法，他其实就是想借着公事之名和他多接触一下的。他发现越和他相处就越觉得他身上带来的惊喜越多。性情温和，你只要开口和他说，他能解决的都会帮你，从来没有因此讨要好处。真的和其他的女子不同，唯一让他失落的是他好像从未打过他的主意。他的面容、身份、背景，以前在凤都也是有很多世家女喜欢的，为何他从未考虑过他？大人，这些方法不可行吗？是我分心了，苏女君说的方法很有用，我这就安排人去做。苏女君，我想问个私心话。既然是私心话就不要问了，我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休息了。大人去忙公事吧，有问题了可以随时来找我。这私心话他一点都不想听，总感觉不是问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问他娶夫的事情。公羊若愚没有想到苏月瑶会如此干练利落的离开。阿瑶要和公羊若愚拉开距离？你看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以后在外面要高冷一些，什么都不说，就不会让他们误会了。阿瑶可以试试。其实我真的觉得和他成为朋友挺好的，但是也许他不会这么想，也是我痴心妄想了，男女之间怎么可能有纯友谊呢？这日一早，苏月瑶躺在花园一处躺椅上，公羊若愚又来了。苏女君早上好，今日我路过城西，有家馅饼做得不错，苏女君尝尝。多谢大人，可是我不喜欢吃馅饼。那我下次买其他的来。大人，你不用这么麻烦的，府中厨子厨艺了得，我不吃外面的食物。我知道了。大人今日来是要问什么？南水现在已经开挖了，进展很不错，当地很多百姓都参与其中了。最近几日也没有再下雨，堤坝水位很稳定。大人，其实这些事情不用特意来告诉我的，我只是负责配合普巡查来治理水患。普巡查在南水县监督着，我如今只想在府上安胎。苏女君是不想见到我是吗？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大人，女子和男子能成为朋友吗？这里未婚男子要和女子保持距离，不然对男子名节有损，很难找到好的妻主了。苏女君，我以为你是不会在意这些，而且我们谈的都是公事。我会在意。你是男子，我是女子，我怎么想你怎么知道呢？公羊若愚，你其实很好，我不是良人，我都娶了9个郎君了，所以我……苏女君不比那些后院娶了20多个男子的女子好吗？拿他和有20多的郎君相比，有可比性吗？苏月瑶又看脸一旁的公羊若愚，心想这人也不是简单的吧。公羊家族之前那么牛叉，他想来南陵府当个知府，一瞬间就安排了，没有势力可能吗？他如今聪明了，才不上当。苏女君后院如此少，为何不多娶？呵呵呵，我不想娶不行啊。大人这话就问的有点不合适了。大人时辰不早了，您可以走了。苏女君回到凤都也是要选侍君的，可否考虑我？不考虑。大人啊，别想着进我后院了，你其实为官上很出色，不然也不会短短的时间就把南陵府的知府做得如此好。南陵府大大小小的世家和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都能处理好，嫁给我有什么好的？苏女君，如果你让我进你府里，公羊家族以后在凤都都会全力支持你，而且整个凤都的西边庄子都可以给苏女君。西边多山峰，公羊家族在那边盖的山庄都有几十座，每座都带有佃农、田产。那么多庄子呀，真是有钱呢，可惜了。苏女君，考虑下不？不考虑，我的郎君他们都很有钱，你别想了。苏月瑶深吸了一口气。那再加上一座金矿呢？我操，他都这么值钱了，让他娶夫还送包送金。金矿不是归朝廷管辖的吗？那处是我祖父时当时陛下赐的，发现金矿时祖父也上交了，但是当时的陛下并没有收，最后我祖父把开采的一半的金子上交给国库，当时陛下感念，指定了上交2代女皇，所以这任女皇开始，金矿开采出来的就不用再上交了。本来2代也算开采的差不多了，已经没有了，但是我父亲深挖了2米后又有了。怎么样，苏女君，我公羊家族诚意满满吧？诚意确实挺满的，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值钱呢。你们不只是让我娶你这么简单吧？娶了你要给你生下公羊家族的后代吧？我父亲是这么要求的，但是我不想如此做。苏月瑶疑惑地看向他。公羊家族是很有钱，凤都很多小世家入朝的都是公羊家族资助的，所以公羊家族即使无人在朝堂上，也无人敢欺辱。我祖上也有陛下赐下的免死金牌，所以公羊家族真的挺风光的。但是唯一不顺的就是我的母亲生了7、8个孩子，都是男子。本来他们还想让我和弟弟们娶1位女子回来，但是如今女子稀少，父亲们找了很多家族，他们资助过的品行好的，宁愿不做官都不愿意嫁进来，剩下的都是品行极差的女子。公羊家族能传承下来，就是因为当家主母必须通过家中族老的认可，不然即使再喜欢也不行。在找寻无果后，你就出现了。他们想让你和我，或者我其他弟弟，生下一个属于公羊家族的孩子。苏月瑶听完后心累得不想说话，都是看上他的肚子呀。但是我不想，如果苏女君将来和我心意相通，愿意和我生孩子，我会很欣喜。如果不是，我宁愿住进你给侍君们准备的院子。因为我是长子，所以当初我并不想来南陵府，外面把你传得太好，太有才华，我更多的觉得是夸大其词。我不想嫁你，但是家族使命我拒绝不了。如今我觉得苏女君真的很好，不只是你的性情才情，更多是你对所有人的态度。你从未因为我们是男子而一味挑剔，让我们都围着你。你的郎君可以几天不回来，他们可以在外处理自己的事情，你也不会因为他们冷落你而生气。即使你遇到不喜欢的男卫时，他出手帮你时，你也会下意识的道谢。苏月瑶听着公羊若愚的话，嘴角微抽。他只是秉持着中华上下5000年的懂礼貌而已。所以我不会勉强你什么。既然你要选侍君进府，选陌生人进府，何不选我？最起码我们相识，而我又不背叛你。大人呐，我选的侍君是要关到院子里的，我不会去见一面。你如此有能力，想找一个合适的女子成亲，想来也容易。我是真的不想再娶郎君了。你只是觉得我不同，那是你见的女子少。但是那些人都不是你，我喜欢和想嫁的人是你。既然苏女君如此说了，那就等到了凤都苏女君选侍君的时候，看我有没有能力进府吧。在下告辞了。不是，那个，喂，我还没有同意呢。一声笑声传了过来，苏月瑶扭头看向声音来源，发现杨千寻和陆远一、陆远景3人站在一旁的大树边。七主，我和大哥日夜兼程，终于赶了过来。没想到一到这里就看到七主被求爱的情景呢。你们听了多久了？也没有多久，就从这位大人夸奖七主开始听的吧。哼，七主你肯定是不想我们了。原来这里有吸引七主的翩翩公子呢。你们就别打趣我了，既然都听见了，没听见我拒绝了吗？我们都看见了，七主真棒。我们刚刚可看见这位俊俏郎君转身离开的时候，眼睛可是有些红呢。这样的容颜七主都能拒绝，我们太感动了。苏月瑶心里一顿，不会吧，
他的拒绝把公羊若愚给气哭了？他没有那么脆弱吧？他哭过，说不定就死心了呢。凤都出什么事情了吗？你们怎么会来得这么晚？没事儿，我们赶来的路上有几家药材铺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去处理了，才耽误了时间。七主，殿下在你走了5天后被陛下招进宫里去了。刚开始易阳每2日也会回府里住，但是从你到了南陵府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府。我们有些担心，就去崔府找他。一个下人告诉我们，陛下把易阳也招到宫里去了，说是保护大皇子呢。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在凤都，我们本想安排好事情就过来，但是一直有人阻止我们，就又多待了几天。还是浩轩帮助我们才顺利的出来的。看来陛下就是等我生了孩子后回去呢。殿下和易阳就是他牵制我的人。浩轩还有消息传过来没有？阿瑶已经有10几日没有消息传来了，而且星辰也有2日没有回来。那我们就等吧。今日妍希和玉琪回来后就别再出门了。南陵府暗处已经被陛下的人给包围了，我们想要离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来星辰在外面也遇到了一些事情，不然不会不回来的。一切都等我生下孩子再说吧。还有，以后公羊若愚再来，直接不见了。好的，阿瑶，我会交代门房的。芊芊，今日让厨房做一桌好吃的，我们一起用膳，庆祝远逸和远景到家。七主，我好想你啊！你看这1个月，我吃不好睡不好的，你摸摸看，我是不是都瘦了？苏月瑶看着陆远景白皙的肌肤，这肌肤怎么保养的？满满的胶原蛋白呀！七主，我给你把脉看看。好啊，我还想问你呢，我怀的双胎会不会早产呢？应该会提前一些。七主要生产的时候，肚子会感觉坠坠的。等再过1个月，我会每日给你把脉的。七主放心就是了。那就好。药老每3日会来给我把脉，他每3日会在府里的药房待上1天，其他时间我就不清楚了。陆远逸听到药老在的时候，眼睛一亮。他和药老之前一直在研究助孕蛊的药效问题，之前研究的药老也找人试了，不知道效果如何。远逸，平常没事可以去找药老，芊芊和远景陪着我就行了。好的，七主。南陵府我们也有几家药材铺子，远景今日下午去巡查看看。你们看着安排吧，明日之后你们让铺子的掌柜有事就送到府上来，我们尽量都不出府。好的，七主。午膳时，裴玉琪和环妍希也都回来了，众人一起用了午膳。苏月瑶心情很好，说实话她确实挺担心他们的，如今就剩下殿下、易阳和浩轩了。用过午膳后，七主，最近南陵府来了很多生面孔，客栈都住得很满，而且掌柜的几乎都是凤都口音。那些人能看出来有武功吗？是练家子，我铺子掌柜的也跟我说了，今日我特意去看了，我也去了南陵府城门外几里的山林中，发现有人暗藏其中。南陵府只有南城门和北城门，四周又都是山林，如果不走城门，就要从山林里走。他无孕还好，有孕怕是不行，而且凤都大皇子他们还在陛下手里。星辰查出来那个韦继华的情况了吗？走之前星辰说韦继华有查不出来，他是亲自出去的。这人又滑又深沉，想来背后也是有些门路，以后还是远离吧。主君，这韦公子是凤都翰林院大学士的庶子吗？妍希，你认识这人？我不是每年都要去南疆吗？前年的时候我早出发了1个月，想四处游历一圈才回南疆，在路上遇到他的地方是东关城。关东城不是凤鸾国和东离国的边关吗？我在那里只有间客栈，当时也是误打误撞，我看到他和东离人在说话，我以为是和东离国做生意的商户，就没有在意。回到凤都，偶然间才知道那人是他。这人不会和东离国有关吧？他怎么就这么能招惹不正常的人呢？这人还信誓旦旦地说他能进他的后院。七主你真厉害呀，我以为只有刚刚那位大人对你有想法呢，原来还有一个呀。等选弑君的时候，芊芊不选他们不就进不来了吗？阿瑶，决定权在你手里，我们只是把前面不好的去掉，剩下的势力相当的，还有陛下担保的，我们可做不了主。那到时候我就说我一个都不喜欢，是不是都可以把他们撵走了？七主，哪有那么容易啊？那些世家，包括陛下，都不会愿意的吧？哎呀，不说这事儿了，说起来就头疼。阿瑶是该小心了，这人信誓旦旦的等你回凤都选弑君时进咱们府呢，我挺好奇他会用什么手段进来呀？
韦家和东离国有来往？这个不清楚，韦家一直是文臣，应该没有接触过，但是韦家上一辈就不知道了。妍希，你都看到他和东离国人接触了，为何不查查他呢？我当时只觉得一个庶子跑那么远，最多就是生意。我问过我父亲，我父亲说韦家对陛下很忠心，韦家还有一个如君在宫里，陛下还给韦家生了3皇子。算了，不说他了，这人背后肯定有势力，我们小心一点吧。皇宫里，大皇子崔阳和荀浩轩都一一的坐在宫殿的房顶上，周围围了一圈的黑衣护卫。殿下，我们这是被软禁了，我想妻主了，我想去找他。浩轩，你就别问了，我也想啊，那母皇就是要用我们来逼妻主回来呀。是谁暴露我们的想法的？我的人没有查出来，要不是我看易阳递给我的字条，紧急的派人先把袁毅、袁景送出去，不然又要多2个人。易阳，你怎么不早点给消息啊？就晚了一点点，我都一脚踩到城门边了。我发现陛下有这想法时已经晚了，要是早点时间，我也提前走了。在他心里，虽说陛下心思重，疑心也多，但是最起码还算是光明磊落。没想到最后实打实的阴了他们一把。还是他们太年轻了，陛下更狠的提前把他父亲支了出去，不然有父亲在，他也不至于如此被阴了。你们2个，一个是陛下的亲儿子，一个是陛下的近臣，被陛下弄进宫，我能理解。我呢，我一个文人，还把我也折腾进来，我真的很想妻主吗？妻主再有2个多月就要生了，我想看小宝宝们啊。要是小宝宝没有第一时间看见我，将来长大不和我亲怎么办？荀浩轩气得一脚踢飞了一片瓦片，瓦片直接被一个黑衣人接住，对着屋顶上的3人说道：殿下，陛下可说了，您宫里的瓦片再无故破碎的话，就不再修缮了。浩轩，你冷静冷静，别再拿瓦片生气了。你看看，就剩这处的宫殿屋顶是完好的了，不然我们今晚就只能睡在四处漏风的宫殿里了。他们被困在这里的第1天就发疯的想要出去，和这下面的暗卫打得你死我活的。宫殿上屋顶塌了一半，陛下也只是让工人简单修缮，不让宫殿塌了，但是瓦片并没有补。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也各种想办法的突围出去。最有效的就是荀浩轩2次都到宫门口了，都被福安传旨给拦了下来。这才是让荀浩轩最崩溃的地方。他能在宫里和这些暗卫动手，但是他不能当着百姓的面抗旨。一旦抗旨的罪名成立，荀家也要跟着遭殃，所以只能偷袭。但是这些暗卫武功个个都是高手，他们就3人，逃跑的机会几乎是没有。这1个月，他们可是试了不少的办法，连放火都试了，最后失败了，每人还挨了10杖，这2日才好一点呢。我冷静不了，这将是我此生最难过的事情啊！心疼。荀浩轩捂着胸口说道。这时殿门打开，福安拿着圣旨走了进来。奴给殿下请安，荀公子安，副统领安。哟，福安，你来干什么？怎么，母皇要放我离开了？殿下，陛下有旨让荀公子去一趟南陵府，给您的妻主苏女君封官呢。3人眼底带着一丝的疑惑，妻主都不打算回来，你封什么官呢？苏女君不畏艰难，在南水县堤坝决堤前，冒着危险进入南水县，献出计策，成功的挽救南水县。如今更是想到改变河道，彻底解决南陵水患问题，陛下甚是高兴，特下旨封苏女君为太女太傅，让荀公子带着太女殿下一同前去南陵府。太女殿下正好去南陵拜师，体察民情。什么？我那个妹妹要跟着荀浩轩去岭南？陛下封妻主为太女太傅，我可以去南陵找妻主了。荀公子，太女殿下是秘密离京，对外要装作你的书童，陛下会派高手暗中保护，而且南陵府也已经部署好了高手，所以荀公子这一路上，太女殿下就有劳您照顾了。福安内官也不合适吧？我一个嫁人的郎君，怎么可以和其他女子单独在一起？
我的名声会毁了。放心，陛下安排了太女身边的内官和您一起去，而且车厢里有隔开的帘子。那就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太女殿下收拾好了没有？他如今就想早日去到南岭，见到妻主，他真的好想妻主。福安像是看出了大皇子和副统领眼中的羡慕。殿下和副统领不用着急，等苏女君成功生下孩子，陛下会派2位亲自去接回苏女君回来。而且陛下说了，苏女君在南岭比在凤都安全，少了各个世家的算计，2位耐心等着就是了。福安说完就离开了。门口站着一位8、9岁的少年装扮的人，他的身后站着一位内官。少年走近3人，笑着打招呼：见过大哥，荀公子，副统领。见过殿下。见过殿下。荀浩轩和崔阳立马行礼。哼，原来母皇对外说你身体不适，都是骗我们的。我看你好得很嘛。我的身份特殊，母皇也是保护我，但是其实之前我都有默默的关注大哥呢，只是你很少看见我。太女殿下，我们直接出发兰陵府吗？可以，接下来一路就有劳巡策军了。我只是奉旨，下面这一路，太女殿下听我吩咐赶路就好了。我要去南岭了，你们有没有让我给妻主带的信之类的？2人说了句有的，就匆忙回房了。一盏茶，2人拿出来厚厚的一摞信件。荀浩轩没有说什么，直接装了起来，抬脚就走。凤琪笑着紧紧地跟上。他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让母皇费了这么大的心思，也要让她拜为太傅呢？荀郎君，我们直接就这么出凤都啦？你不准备些吃食之类的？是的，这个时辰出城，到晚上会赶到驿站的。殿下你就忍忍，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我的妻主了，我想快点见到她。荀一加快速度，晚上必须到达驿站。是，主子。荀一得到命令，直接一声，刚出城的马车嗖的一下飞了出去。之后凤琪在马车里被颠得7荤8素，要不是身边的内官扶着他，他又紧紧地抓着车厢，他都感觉他能被甩飞出去。等晚上到了驿站，凤琪下了马车，直接颤颤巍巍地走到一旁树下，开始疯狂地呕吐。主子，照咱们这么赶路的话，小殿下怕是受不了吧？受不了关我什么事情？我要早点见到妻主，陆地上最快5天到，给我压缩到2天半，还有船运上，提前给我找快点的牢固的船。荀一看着还在树边呕吐的少女，撇了撇嘴，主子都多久没有生这么大的气了，这位小殿下真可怜呢。凤琪身边的浮云内官有些心疼自家殿下，说道：殿下要不去和荀郎君说说，别这么赶吧。不用，他们被母皇软禁宫里那么长时间，不折腾姑还觉得不正常。苏女君以后会是姑的老师，她的郎君又得她喜欢，姑如今和他对上不占优势，忍着就是了。您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奴们可是担不起呀。不会，他有分寸。而且浮云，你没有发现我们坐一辆马车，为何他能纹丝不动？他有武功，而且不低。走吧，想来驿站也只会休整一会儿，一会儿还要赶路。浮云，以后有人的情况下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奴不敢。听命就是了。虽说有母皇派的隐卫保护，但是也不排除暗处有其他世家的监控，我的身份不能暴露。奴知道了。2人到了大厅，凤琪看到荀浩轩在一处角落里，直接走了过去坐了下来。驿站只有这些膳食了，房间已经订好了，明早寅时末准时出发。好的，荀郎君。让你的内官也坐下，你一个书童，还有下人守在一旁，可能吗？浮云，坐下用膳。就这样，凤琪几乎每天下了马车，第一时间都是扶着树不停地吐，之后会喝些温水，干粮吃得很少。知道船里有皇太女殿下，而且是秘密来拜她为师的，他心里把女皇直接骂了一顿。陛下简直就不做人呢，
派了一个8、9岁的女娃过来，他还得保护着。出事了，他和朝廷怕是要彻底决裂。阿瑶，浩轩下来了。浩轩，玄浩轩听到声音，立马闪身到苏月瑶的身边，伸手搂住她。记住，我好想你。玄浩轩紧紧地搂着苏月瑶。浩轩，注意一下妻主的肚子。玄浩轩立马松开了苏月瑶，低头看向苏月瑶的肚子，发现已经隆起来一些了。妻主，我有没有伤着你？哪里不舒服？我哪有那么娇气，没事的。见过苏女君，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这个即将成为你徒弟的孩子？你可别冤呐，我可没有怎么着你。我没事，就是有些水土不服导致的。苏女君，我可以跟你回府了吗？可以，来，赶紧上马车。元烨，你进来把脉看看。苏月瑶一听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松了一口气。殿下，这位是我的侧军陆氏，他的医术很高，你让他给你把个脉看看。有劳陆侧军了。殿下无事，就是赶路有些劳累，又没有进食，所以才导致的虚弱。这药丸每日吃2粒，好好休养2天就过来了。殿下，入口的药物直接吃了，不怕我下毒吗？不怕，母皇欣赏的人，姑相信你的品行。而且大哥死心塌地喜欢的妻主，即使再不喜欢姑，也不会对一个8、9岁的孩子出手。你不会用如此下作的手段。你倒是对我有信心，你母皇这次可是把我算计得透透的。我要是不当你的老师，你怎么办？母皇说了，你要是不当太傅，就让我也别回去了，让我时刻跟着你，你走哪儿我去哪儿。你如今可是在我的手上了呢，你说我要是对你做什么，陛下可是没有继承人了呢。这个母皇也考虑到了，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情，母皇派的隐卫高手会把您抓回去，之后让您和我大哥生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下任太女殿下了呢。要是一胎生不出女子，那就继续生，毕竟您都能一胎怀上2个。我想你应该不喜欢到那样的地步吧。你母皇如此对你，拿你当诱饵，你不恨吗？我为何要恨？母皇先是凤鸾国的皇帝，才是我的母亲。母皇为了护着我的性命，可是吃了不少亏，多少次被世家压着。母皇看中了您，想来您将是能对付那些世家的关键之人，牺牲我一人，将来能把那些世家的气焰压下去，我挺开心的。一个8、9岁年纪的小女孩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甚至是不畏生死，她都不知道如何说了。殿下刚到，先回府上好好休整2日，等身子好了些再说。这凤琪小小年纪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呀，这古代的小孩都这么聪明的吗？阿瑶，如果只是太傅官职是2品文官，太女太傅是皇太女殿下御用的太傅，官居1品。关键是一般成为太女太傅官职的，是太女殿下登基之后，朝堂的文官之首，直接和丞相齐平。好大的一个官呐！他的闲余生活呢？他还没有生，就扔给他一个8、9岁的孩子，天理呢？哼，苏太傅明日早起，学生会给您敬茶。哪位使方便带姑去姑的院子吗？殿下，院子已经准备好了，您请跟奴来。凤琪跟着管事的离开了。阿瑶，我们回院子吧。浩轩，你们在路上发生什么了？他脸色为何如此难看？玄浩轩有一丝心虚，但是呢，立马不见了心虚的表现，解释了这赶路的情况。浩轩，你心真的挺大的，你不怕他事后发火啊？不怕，他要拜七主为师，我可是你的郎君。七主你都不知道，我被陛下抓回去3、4次，最后一次我们放火都没有逃出去。事后陛下让暗卫当着大殿里内官的面打了我们30仗，我们3个长这么大都没被打过屁股。我就是想见七主，我一心赶路不是应该的吗？屋里的人顿时都看向他，他们3个在宫里过得挺刺激的呀，连皇宫都烧了，才被打了10仗。哎呦呦，真刺激啊！你伤养好了吗？一个山门的门主怎么这么跳脱呢？养好了，早就不疼了。七主，这是殿下和易阳给你的信，他们可羡慕我能找你了。
当时传旨的福安公公说了，等到妻主生产完之后，会让殿下和易阳来接你。苏月瑶看着厚厚一包的信件，心里一软。他们想来时刻想要见他吧，他其实也挺想他们的。这次陛下暗中派了多少人保护太女殿下？这几日赶路，暗中让我的人查探了，大致有20人，他们的内力很强，我和这些人动过手，功夫相当，甚至比我还高。南陵府2处城门至少有30人包围着，而且周围的树林也有人。妻主，殿下看来对你是志在必得啊！我看这些隐卫最起码出动了有上百人呢。星辰，你今日又出门了，不是让你在府里养养伤吗？我的内伤养好了，外伤无事。苏月瑶瞪了眼星辰这无所谓的样子。前一段时间为了查为何凤都的信息传不过来，星辰忙了几天，凤都才有消息传过来，才知道女皇把他们软禁了。之后星辰单独去查了韦继华，回来就受了外伤和内伤，让苏月瑶担心不行。他们这才知道韦继华身边也有高手，而且势力不小，最起码他们的人在不知道是星辰的情况能伤了他。能伤到星辰的人物真的是太少了。赤沙阁最后确实查了出来，韦继华和东离国有联系，具体什么联系没有查出来。苏月瑶知道后郁闷了2天，不让再查了，说将来要是见到他，他一定动手替星辰讨回来。妻主，你想想要如何走？如果真的不想回凤都，我就把赤沙阁的杀手集中过来。陛下派的高手人多，我们的人也不少。妻主，我给上门传信，也可以调动过来一批人。妻主你别怕，女皇就是太过分了。妻主啊，那些高手都在城外的树林里，要不我直接招来一些毒虫，把他们都毒死，之后咱们的人手再上去补刀。妍希，你需要什么药材？陆氏药堂可以提供。我只有银钱了，你们有需要可以说一声。苏月瑶和杨千寻2人对视了一眼，这些人是打算和城外那些人拼命的吗？各位，等我生下孩子回凤都吧。妻主，你不必委屈，有我们你不用怕。我不是委屈，我们一旦和他们动手之后呢？易阳和殿下还在凤都，浩轩、妍希、玉琪，包括远逸你们的家人以后要如何？我们可以用太女殿下要挟陛下，这中间怕是更雷人。我们回凤都去，之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再离开，或者直接扶持皇太女上位吧。皇太女的信息很少，今日接触能看得出来她不简单，所以我当她的太傅这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品行，要是合适，扶持她上位之后我们隐退。封建社会的皇权再弱也是难抗争的，他们根基太弱，需要慢慢涂之啊。众人散去，屋里只剩下今日刚到的荀浩轩。苏月瑶看着桌子上大皇子和崔义阳写给他的信，他随手拿起一封，是大皇子写给他的。大皇子诉说着对他的思念，也说他每日会干什么，之后下面是日期。苏月瑶一封封的看过去，几乎是每一天一写，写着他进宫被女皇软禁的事情，之后又写到义阳也来了，之后是浩轩，他们几个如何斗智斗勇，虽然都失败了。之后是崔阳的，每一封写的都是对他的关心，让他好好照顾自己，说他的身子要比孩子重要，不要因为孩子而委屈了自己等等的。苏月瑶看完，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她从来不知道他们会如此想念自己。妻主，我也每天都给你写了一封信呢，本想着让人每隔几天送一次，谁知道还没有送出去，就被陛下给软禁了。这里并没有你的信，你不拿给我看看吗？一会儿再给你，你当着我的面看，我会不好意思。浩轩还会不好意思呢。妻主你别打趣我，我真的很想妻主。以前在府上虽说不能天天陪着妻主，但是任何时候想你了就能见到你，即使我在文人馆，但是我知道妻主会在家等着我，就这样我就很知足了。浩轩，我其实也很想你们的，希望每日都能看到你。对了，妻主，你是不是去了要决堤的南水县？那么危险，怎么能轻易踏足？当时的情况危急，我必须要去的，而且为了堤坝，肚子里的孩子可是背负了一门亲事呢。苏月瑶解释当时的情况和后面韦氏的要求。一个侧军而已，等孩子长大不喜欢，我帮他换了。浩轩不介意这不是你的孩子吗？
只要是妻主生的，也是我的。要真的有女娃，我肯定好好宠她。你们都这么说，要是男娃，你们都不管了？要是男孩子的话，我找几个厉害的高手，教他武功，让他将来好好护着姐姐或者妹妹。再说，男子有能力才能找到好的妻主。不是姐姐或者弟弟吗？到这里，弟弟也得守护姐姐了，实惨呐！苏月瑶陪了荀浩轩一下午，荀浩轩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看着他，连苏月瑶午睡，他都是搂着她，没有闭眼。浩轩，你赶了几天的路，不累吗？不累，想多看看妻主，这样能尽兴地抱着妻主，我好开心的。以后你天天都能看到。现在什么时辰了？快到用晚膳的时候了。我睡了这么长时间吗？我看妻主睡得很熟，就没有叫你。好吧，我们起来吧，一会儿一起用晚膳。用过膳时候，苏月瑶想要消消神儿，众人也都陪着。苏月瑶看着他们，心里很是开心。这样的日子真好，每天看着俊美的郎君，什么也不用担心和发愁，还事事哄着他。院子的另一角，皇太女也是刚刚用过膳，在此处消食，只是她的身边只有一个浮云内官。殿下，苏女君不陪您用膳，更没有给您安排其他伺候的下人，您就不生气的吗？姑才不生气，想来她正开心见到她的郎君吧。而且姑来这里是拜他为师，不是来这里摆太女架子的。她不安排伺候的下人，是因为怕姑觉得这些人会是来监视姑的。她也知道暗处有母皇派来的隐卫，所以干脆不安排下人，让姑自己决定。这样的安排姑很是喜欢。浮云，明日让南卫使找2个凤羽卫和你一起伺候姑就行。母皇暗中给姑的隐卫都让他们退到大门外守着，不可和苏府的人起冲突。奴知道了，但是殿下，影卫应该贴身保护您的，万一您出事儿。南卫使说这府里高手很多，苏府的人要是真的动手，影卫都不一定能讨到好。苏女君不会对姑如何的，让影卫听从命令。奴会给影卫们说的。凤琪又转了一会儿就回去了。苏月瑶和凤琪并没有碰上，但是暗处的人还是碰到了，并听到这些话告诉了苏月瑶。苏月瑶听到后笑了笑，这皇太女心思真透亮，如此懂事，倒让她有点欣赏了。以后遇到皇太女，暗卫只需要暗中保护即可，不得监听内容。是，属下知道了。翌日一早，苏月瑶在荀浩轩的怀里睡着，被外面的敲门声吵醒。太女殿下已经在正院等着了，说是要给阿瑶敬茶。阿瑶醒了吗？什么？这么早的吗？阿瑶不早了，已经过了4时，太女殿下等了1个时辰了。昨晚他和荀浩轩闹得有些晚，两人好久没见了，难免有些……为何不早点派人过来叫醒我呢？殿下说你有身孕晚起是应该的，他多等一会儿就是了，不让人通知。他一个男子在主院陪着皇太女殿下坐了快1个时辰了，他都有些累了。皇太女硬是一动不动的坐得标准极了，不愧是皇室的孩子。关键是他们两人都不知道要说什么，那种尴尬的气氛呢。最后他实在受不了，才找了一个理由出来叫阿瑶起床的。如此懂事的孩子，苏月瑶都有点喜欢了。还是快点吧，皇太女进府第1天，我直接让她等了1个多时辰。这要是传到凤都，不就是我给皇太女殿下下马威吗？太女身边的影卫全部在府外，除了她身边的内官，其他人不会知道，阿瑶也不用担心。我以为她水土不服，最起码要躺在床上歇2天的，没想到她昨日说的今日要给我敬茶是真的。这小孩还真是不一般呢。是阿瑶，太女殿下的心性很坚定。等苏月瑶到了主院大厅，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他整整让皇太女等了他1个半时辰，3个小时啊！当他看到做得规规矩矩的凤琪，心里有说不上来的感觉。一个8、9岁的小孩能如此坐得住？苏女君，凤琪看到苏月瑶，站起身行了一礼。殿下贵为太女，不用给我行礼，我受不住的。姑要拜了苏女君为师傅，苏女君只需把我当作晚辈来看就好。太女殿下当真要拜我为师吗？我其实没有什么能教你的，想来陛下给你请的师傅也不少。
苏女君写的那些书籍，每一本都是经久传世之作，您当得起凤岐的老师。我本身无意入朝，也不想有什么大的成就。之前写的书籍也只是想要陛下护着一二，但是陛下如此卸磨杀驴的利用我，你觉得我会真心教你吗？如果孤承诺，等孤上位之时，让苏女君不再受任何人胁迫，让您过上您想过的生活呢？我想过的生活，太女殿下很了解，皇权是容不得任何人凌驾于上的，不然你和陛下也不会想要除掉根深蒂固那些世家了。你们想以我之力让我把那些世家的气焰压下去，等到他们都下去的时候，我怕我就难以功成身退了吧。孤会让母皇赐您免死金牌，也会下诏书，孤绝不会做出任何伤害苏女君之事。希望吧，你们从未给我选择，如今陛下把大皇子和崔阳留在宫中，而且我其他郎君的家族都在凤都，陛下就料定我会为了这些人而妥协的，不是吗？不然你也不会来南陵府了。苏女君，孤……太女殿下不用多说，我背后是有些势力，也许可以拼上这些，最后得到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不愿这天下因为我而陷入了战乱。如今世家掌权，皇室示弱，百姓被世家压制，将来世家落寞了，皇室会让这天下的百姓过得富足安康吗？孤会努力让这天下安稳，百姓富足，免于战乱。希望太女殿下记得今日所说，我苏月瑶今日收你为徒，来日如果你忘记此时的初心，我必定不会轻饶了你。凤岐看到苏月瑶眼中的冷漠，对着苏月瑶行了一礼。师父在上，凤岐愿拜您为师，听您教诲，学师父之所长，补己之不足，共筑辉煌。师父，素修之礼我和母皇在凤都准备好了，不好带来南岭，等到了凤都会送到您府上。我知道了，你跟我来。两人到了书房。今日你拜师，师父让你选一礼物，银钱你也不缺，我平日喜欢作画，你喜欢的话可以要一幅画作。师父，什么样的都可以吗？你以后会教我作画吗？他母皇收藏了好几幅师父的画作，他每次看到都很喜欢。你想学可以教你的，我作画偏爱写实，人像画、风景画，你喜欢的我都可以教你。师父你真好。其实作画这门课，母皇找了好多画师，都没有把我教好。人都有短板，有些强项，有些不喜欢的，所以看个人了。接下来苏月瑶每天只抽出来2个时辰教凤岐，毕竟她肚子越来越大，其他人都不愿意她太过操劳。苏月瑶也不太累，她只是每天想想之前没有写完的书籍，她说出来让凤岐给她写出来。凤岐不懂的时候她解释一二，她准备等生产完回到凤都，再慢慢教授凤岐一些现代的知识。这日苏月瑶教完凤岐后，就躺在花园里的躺椅上悠闲着。阿瑶，知府大人要见你。这次又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了有重要的事情，七主见下吧。如今南陵府来了很多人，凤都大的世家都派人来了。让他进来吧。你查出来多少人了？一大部分吧，有些隐藏得很深，世沙阁还在查。他们想来就是想要知道我肚子里生出来的会不会有女娃吧？用得着这么着急吗？阿瑶，如果你肚子里生下一个女娃，下面的世家才好选嫡系一脉的公子或者庶出的公子参加你的弑君选拔。哼，他们要是知道我把人都关到院子里，会不会补送了？不会，他们会觉得他们选的人很出众，西主见上一面就会喜欢。好自信呢。太女殿下那边也派人暗中照看着点，免得有人趁乱行事。阿瑶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生产也不过是这几日，远逸一刻都不能离身。阿瑶有什么吩咐，让其他人来做。主君放心吧，我会随时守着七主的。药老也在府中等着呢。杨千寻听到后点了点头。这时公羊若雨走了过来。苏女君近日身体如何？这几日就要到生产的时间了吧？挺好的，不知道知府大人来所谓何事？这是最近1个月出入岭南府人员的名单，我已经把和凤都有关联的人都备注出来了。有了这个，京城的工作起码要轻松很多。多谢大人。苏女君不必道谢，这是在下应该做的。
公羊家族也从凤都传来消息，说是凤都很多世家都在留意苏女君的生产，所以苏女君生产当天要多加小心。多谢大人告知，人员上我已经安排好了。最主要的是防止消息泄露，苏女君生产完后不要立马公布孩子的性别。如今已经有一些家族派了族中子弟来南陵府，应该是想到时候苏女君生产完提前拜访你，好留个好印象。多谢大人告知，我会注意的。苏女君，从明日起，府衙配备的官兵会守着苏府，苏女君没事传一些您没有丝毫要生的行为，扰乱一下情势。在下的意思是，如果苏女君生下女娃，消息能晚一天发布就晚一天发布，不然府上门槛怕是要被踩破了。